花光所有积蓄在乡下打造你梦中的家园。今天我们要把山崖清理下来的这堆泥土搬运出去。刚开始我们就计划用这辆3轮车来运输，尝试了几趟真的太慢了，还是听从大家的建议使用机械。履带的机械肯定会破坏院子的石板，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台特别的，因为路程比较短，运输就找了一辆自卸的3轮车。挖机师傅很负责，先到现场实地考察，沟通了细节，约定好了时间。开工之前我们要先排除障碍物，关机压的地方要回填泥土，只有先转移到旁边的空地。至于为什么要关起来压，你们看一下菜地就明白了。湖边草丛里还有个秘密基地，再看一下我们鸡生蛋的地方，给它留了一个。下沉区域想要连通至地窖，靠椅周围的泥土全都要挖走，座椅也只能先拆除掉。这种挖机优势可以自己开着走，不用叫拖车。今晚师傅就先开到了现场。今早8点不到，3轮车师傅来了就正式动工。受地形限制，转角处空间最窄，挖机只能先从这里开始清理。前院路面的宽度也很局限，3轮车也只能倒着进去。3轮车一次差不多能装5斗左右，并没有装得太满。运输出来的泥土就卸在湖边这块空地里，希望这一次能够把这里回填得更平整。今天终于不用自己干活了，去准备午餐吧。说到这对着的，今天中午扔了我们70斤，带我们去挖点泥土。跟挖机师傅说我们的车不好。你们告诉我们是在瓜子市场买的宝马5系吗？才花了7万多，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20特划算。这么便宜啊？是啊，瓜子年底有100亿补贴款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的经过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1年。要是就是还放瓜子上拍卖，买卖的时候直接拿去瓜子就对了。再摘点辣椒嘛，少摘2个，不要放得太辣了。有了机械后院的泥土就是肉眼所见的变少，而湖边经过3轮车的运输也是肉眼所见的变多。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。房屋的大动脉还是被开了2年半的挖机师傅发现了，还好有水电工在现场。午饭后，随着清理的深入，挖机避开了受限的范围，装车的效率变得更高效。而3轮车一趟只能装5到6斗左右，路程也是越来越远，挖机停留等待的时间较长。为了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，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在院子泥土看起来没有多少量，没想到清理出来还是有点出乎意料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石板终究没能扛住挖掘的压力。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打造水井池不愿意用机械的原因。虽然机械一天顶我们干几天，但是出车就是按照台班计费，不是依据小时来计费。活要是少了还是不划算。院子清理干净还有些时间，现在机械正在前往下一个目标。路旁这块凸起的地势已经忍它很久了。自盘古开天以来，这里就有几块巨石，导致这里一直没法开发使用，就是不知道这挖机能不能移动了。就在我暗自庆幸能移动时，还是出现了意外，可能是挖机的大动脉被伤到了。应该是机油管是吧？液压油管破裂，还好车上有备用的，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为了把这块石头移动到下面地势低的地方，挖机已经使出了各种方法才将其制服。其他的石头就要小得多，也被清理出来放在外围做护坡。这里还有一块体型巨大的石头，只能在原地保留。不过已经想到了它的作用。清理之后，这里的地势就平行于路面，不仅增加土地的使用面积，也开阔了这里的视野，并且发现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石头，可能之后有地方能用得上。先用机械运到门口再做打算。机械结束后，现在清洗现场，石板表面覆盖了泥土，根本看不出损坏的严重程度。完蛋了，最外侧的石板基本都被压坏了，中间也有几块断裂了的。现在后院呈现出2层高度不一的效果，靠山崖这面的地势更低，正好能依靠山体修建一条排水沟，这样遇到下雨水才不会流到地窖里。清理之后的山崖落差变得更高，也更陡峭，并且下面的页岩石层对比上层的结构含土量更大，如何加固就是接下来要面临的难题。上集捡漏的5黑狗头型有点像豹子，取名为黑豹。给大家看一下黑豹训练了几天的成果。是。
好走。